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曾仕强2025年预言。著名的华人学者曾仕强教授呢，曾经对未来人类的30年做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预言。他就认为呢，人类将面临5大危机，而这5大危机的根源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他说，在2025年呢，第1大危机就是缺水、缺氧。曾仕强教授就强调呢，淡水资源的匮乏将变得极其的严峻。而随着环境持续的恶化呢，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呢，也将面临短缺的威胁。第2大危机，他说是缺土和沙漠化。他说，土地沙漠化日益加剧原本可以耕种的土地呢，被无节制的用于建设，而导致良田骤减。更令人担忧的是，海平面上升呢，可能会淹没大量的沿海土地，进一步加剧土地资源的危机。第3大危机呢，就是缺粮，而水土资源不足必须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所以人类将面临普遍的粮食短缺的问题，食物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第4大危机，他说是缺人。这里的缺人呢，并非是指人口数量的减少，而是指人类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滑坡，而缺乏具有良好品德和责任感的人。曾仕强教授就指出呢，以上4大缺呢，就是人类未来在30年内必须面对而无法逃避的严峻挑战。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了第5个问题，也就是第5大危机。他说是缺德。他就认为人类的道德沦丧呢，将导致自我毁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曾仕强教授呢，并未引用宗教或神秘学的观点，而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几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他说，首先在2025年太阳正在变得越来越大，颜色呢也逐渐变得越来越红。他就警示呢，太阳的红化最终可能会导致地球被吞噬，而所有的文明和分界呢，都将不复存在。其次呢，地球的温度正在急剧的升高。他引用科学数据指出呢，当气温到达40摄氏度的时候呢，人类的生存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持续的高温甚至可能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那这些科学案例都在提醒我们人类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曾仕强教授还承认科技的重要性，他也强调了科技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就认为呢，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正在逐渐的消耗地球的资源。地表的物质丰富呢，是以地下资源匮乏为代价的，所以地球的资源正在被掏空。他否定了武力征服的意义，认为其无法持久。所以他说，商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是过度商业化将吞噬一切文化。他以足球比赛的假球现象为例呢，就警示商业化可能会导致整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被扭曲。所以曾仕强教授就提出一个独特的观点，他就说，天底下没有什么真正的发明，因为所有的人类使用的东西都是大自然在适当的时间点开放给人类的。他就认为呢，如果人类在某个领域长期无法取得突破呢，那就是因为时机未到，时间点未到，这是自然规律在制约我们的一种方法。而一旦时机成熟呢，所谓的发明呢，便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他以互联网、因特网为例呢，认为其在这个时代开放给人类是体谅以前的人类花费过多的时间在学习上，而现在呢，通过互联网快速可以获取信息，就可以减轻记忆的负担。他也观察到互联网上的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无数人自愿的奉献内容和资源，而形成了很多庞大的信息网络。这似乎也暗示着某种超越物质利益的驱动力开始出现了。然而曾仕强教授也指出，互联网带来的伦理挑战。他认为呢，许多人公开宣扬网络世界可以无视伦理道德，但他对此深表怀疑。他观察到呢，当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候，真假难辨的时候，社会秩序呢也会变得不稳定。所以互联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破坏了伦理道德，而导致呢社会信任度下降。曾仕强教授呢引用中国古老的智慧30年河东30年河西来说呢，他说他认为世界变化呢是自然规律，他认为易经的目的是在于指引科学走向正道，最终拯救人类。他预言再过30年呢，亚洲人将会更加的安居乐业，不再追求国家富强了。曾教授进一步预言就说在2039年之后的30年，也就是2069年了。他说孔子的思想，也就是世界大同呢，将会成为地球村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生。他特别提到了2035年，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尤其是在互联网发展方面。他强调呢，互联网是上天开放给所有人使用的，不应该被少数人垄断进行商业化运作。他就预测呢，不久的将来所有的上网行为都将不需要再付费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曾仕强教授用4个字总结了互联网未来的重大变革。首先他提出是自然孕育，他就强调这不是任何人的主张或者是意识，而是自然演化的现象，有着固定的流程，非人力所能够挽回的。
他就警示呢，从今年开始的5年内如果人类没有2个重大的转变，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第一个转变呢，就是新能源开发和利用。他以近期频发类似的漏油事件为例，就警告人类不应该再过度的依赖石油。他认为率先开发出新能源的民族呢，将掌握未来的契机。全世界呢都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但他强调呢，科学发展应遵循自然的规律，循序渐进才对。而且曾仕强教授回顾他说老祖宗的智慧就认为如果人类在接下来的10年内做出正确的转变的话，或许就能够度过未来50年的大劫，这是最终拯救人类的一个方法。他建议人们思考如果没有石油和电力，生活将如何继续呢？所以他就提醒人们现代人所梦想的生活并非是真正的幸福，因为一旦停电呢，高层住宅的居民将面临诸多的不便。所以他认为大自然正通过各种方式警示人类这并非反复无常，而是在挣扎，希望人类能够反省并重新开始。所以曾仕强教授就强调呢，人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发展。发展呢是必然的，但必须以和平为前提。他承认和平很难，但他认为呢，核武器的威慑将最终阻止大规模的这个战争的爆发。然而他担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以及日益增多的这种有些人比如说有精神疾病，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比如说看管这个核武器的某些人突然之间精神病爆发，他担心的是这些。而曾仕强教授就认为呢，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很好的现象。而第3次世界大战呢，他说其实已经开始，但并非是武力和外交战争，而是文化的战争。他就强调呢，全世界必须在文化上达成共识，否则人类将面临灭绝的危机。他就提到呢，在很早以前西方世界就在讨论到底由谁来统一这个世界呢？或者说让世界大同之后由谁来领导？但是最终的结论就是，西方由于缺乏统一的概念呢，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他就警示我们说，只有深刻的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回归道德的根本，并以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才能够化解危机，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嘛。所以曾仕强教授呢，就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圣经中蕴含深刻的智慧。他就认为呢，我们常常受到翻译的误导，未能真正的理解古人的精髓。他特别强调了慎独2字，这里的慎独并非是指独自一人的时候小心谨慎，而是在强调每个人生来呢就有独特的这个天赋、个性和特长，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和保留这份独特的天性，而不是一味的去模仿他人。因为我们的人生都如同一片混沌未定的状态出发，在不断的摸索探寻之中呢，逐渐的走向既定的结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数嘛。那人生的努力不过是在探寻和认识自己的定数究竟是什么。因此呢，与其虚伪的讲一些好听的空话，不如坦诚的面对人生的真相。一切呢，都从未定之天呢走向既定之局。他说，整个人生的轨迹亦是如此嘛。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预测变化，而不是预测事物一定会如何发展。因为预测结果它仍然还是会变化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如果试图用固定的模式去管理变化的话，那就是违规处理了，与自然规律是相悖的。所以曾仕强教授就用4个字概括了人生的智慧，他说是忧患意识。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恐惧是源于不了解嘛，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事物的本质呢，恐惧自然就会消散。他就认为呢，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不过是阴阳的变化而已，万事万物最终都遵循阴阳转化的规律，并无新奇之处。他说真正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太极的部分，它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他说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尊敬，而尊敬呢，我们通过不断的进修所获得的成就和德行就可以获得。所以曾仕强教授就坦言了，从我们出生开始就如同置身于自生自灭的一个境地里面，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依靠，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困境，我们只能够靠自己。那在这样的自生自灭之中呢，我们逐渐就领悟出了世间万物皆是虚幻。例如呢，买股票最终可能会变成一张废纸嘛，那大量购买黄金也可能招致盗贼银行存款也并非绝对的安全之前也有看过很多视频，就是那些有人银行存款也消失的，也是有的那唯一可以可靠的呢，就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品德修养，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因为人生只是在不同的职场和定位之中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德行和技能，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妄因此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也是最应该控制的，就是不做坏事，不要被外界所控制，不要去控制他人。由此引申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思可而止，时刻而止。然而曾仕强教授告诫我们，不要误解时刻而止的真正含义。
它并非是指当我们取得一定的成就和财富之后就停滞不前，享受安逸的生活。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时间不会配合我们的计划，它永远在流逝。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于时间的时，那这里的时指的就是一开始要注意的时机和方向，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得住嘛。一旦开始行动，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那好的历史可以被歌颂，但是无论如何人最终都会走向时嘛，也就是我们最终都会嘎掉嘛，这就表示了中文的深刻与无奈嘛。所以曾仕强教授还阐述了占卜呢，它其实并不是迷信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提出了3种解释，就是一呢，易经占卜本身并无迷信可言，因为迷信的是人，是我们人本身自己。第二呢，就是如果想要借助占卜就不要迷信结果，如果你迷信结果呢，就不要装作会占卜。第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进行占卜的时候首先要反问自己是否会迷信占卜的结果。如果占卜的结果来决定你自己的行动，那你就是迷信。所以我们进行占卜的目的是整理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听从占卜的决定，这才是正确的观念。所以他就举例说古代的姜太公出征之前也会进行占卜，但是占卜只是辅助决策，最终的决策权是仍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才对了。因为曾仕强说易经呢是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这8个基本的因素呢来概括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所以他就强调易经是相当科学的，但并不完全是科学。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可以用4个字概括，错综复杂。占卜的结果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占卜来理清思路，找到阴阳和谐之道。那针对很多人关于某个项目是否应该投资的疑问呢，曾仕强教授就认为这是一种西方的思路，因为中国人不会直接问要不要投资，就像我们现在讨论可不可以打小孩一样，直接问可以打小孩吗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宇宙间很多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就能够概括的。他建议呢，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要不要投资，而是要思考如何投资，如何去应对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如何发现情况的不妙以及及时止损。如果过于重视占卜的凶吉结果呢，就会变得消极被动，天天由命了。所以曾仕强教授就用潜能误用这个卦象呢，来进一步的阐释我们人生的智慧。他就反问道，如果有潜能却不用，那就是有才干和没才干的人不都是一样的了吗？那有才干的人如果不去发挥的话，那就跟没才干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他就说潜龙勿用这句话是专门讲给那些有才干的人听的，没有才干的人理解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潜龙就是表示你有才干，有才干你才有资格谈论勿用嘛。这里的勿用并不是不用，而是要露，要适时的展现自己的才华。关键在于站在勿用这个立场来露，才能够恰到好处。做人呢，不必天天的追求名声显赫，要懂得顺应天意，安乐知命，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如果占卜你只是占卜凶吉的结果，就会变得消极，天天由命，不但丧失了自己应有的自主性，从而很容易陷入迷信的陷阱。所以曾仕强教授就讲到了，和平中还包含着战争，战争中呢其实也包含着和平。打与不打看似对立，实则相互依存，随时可以转化。他说很多人都是被这种表面的矛盾所迷惑，始终无法跳脱出来，因为阴阳是不断变化的，它没有固定的状态。所以曾仕强教授最后总结到，易经的智慧是在于引导我们慎重地对待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当下的时机，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德行和智慧，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你学会了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